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雨著。第546章逆境。观众席上 ，Prime 战队的粉丝们已经喊得声嘶力竭，每个人都攥紧拳头，满面通红。他们不希望看到眼前的 Prime 战队被 Quick 压制，他们希望 Prime 战队能够一路碾压下去。人之常情，但这不合常理。没有哪支战队能够长胜不败，就连上届 KPL 总冠军天宫战队也不是全胜夺冠。解说剑南道说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 ，Prime 战队自从参加2018 KPL 春季赛以来，从资格赛到常规赛还没有吃过败仗，无论是淘汰赛还是小组赛，无论是 BO1 还是 BO3， Prime 战队现在都保持着全胜的记录。芊芊更是点头，是的，不过这项数据 Prime 战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，在本届的 KPL 赛场上还有另外2支队伍保持着同样的记录。没错，我想大家也能够猜到他们是谁，一支战队就是上届的冠军天宫战队，另外一支则是 B 组的霸主神殿战队。剑南看了一眼赛场，摇头说道，从目前来看 Prime 战队可能无法继续保持这一记录了，不过 Prime 战队能够把记录保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作为一支之前在 KPL 上一直处于中下游的战队，在今年又刚刚完成了大换血一般的重组， Prime 战队现在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，他们的表现称得上是黑马了。芊芊也点头道，没错， Prime 战队比上个赛季的表现实在是好太多了，开局击败了明辉战队，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。然而看台上，伍兹却咬着嘴唇用力摇头，不行，我们绝不能放弃。Quick 战队又怎么了？4强战队又怎么了？我们 Prime 战队是绝不会放弃的，小哲哲也肯定不会放弃。旁边杜鹃紧紧抓住伍兹的手，是的，他们不会放弃，就算前期劣势，只要顶过了这一波，咱们就有翻盘的希望。于是伍兹和杜鹃先后站了起来，他们带着黄衫融入到了现场 Prime 战队粉丝的呐喊声中。 Prime 加油，长歌加油， Prime 加油，长歌加油。赛场上 Prime 战队的确没有放弃抵抗，苏哲的哪吒一直在上路沉稳打前，每一步操作都谨慎小心。大家别慌，现在的情况还可以控制，旺财在野区保护好 A 抗，边路小心 gank。 苏哲冷静地指挥道，同时时刻看着眼前的情况。但尽管大家打得都非常的谨慎，阵容上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的。 Quick 战队就认准了吕布这个突破口，中野辅快速联动围殴下路的 Lucky，凯在草丛中化身魔凯状态，一招极刃风暴将吕布强行横着推到河道的位置上，点却冒出了出来，一瓶风油精将吕布减速。此时还没有闪现的 Lucky 连忙跳大往防御塔后方撤去，企图利用大招的控制范围逃生。但此时防御塔后出现了 Quick 战队的身影，是橘右京和姜子牙。姜子牙一个击飞，直接把 Lucky 的吕布推出大招的范围，同时一技能给出减速吕布的同时降低他的双抗。橘右京一套打出，吕布已经残血，开大的魔凯直接走过防御塔，扛着防御塔的输出进攻吕布。Lucky 的吕布根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2次击杀。又是一个人头。在前期强势到无解的阵容下， Prime 战队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，这怎么还手？根本就打不过。 Prime 战队已经非常谨慎，已经避免开团，而 Lucky 的吕布甚至放弃了一部分经济和经验，始终猥琐塔下，但还是没办法，这样的阵容前期就是打不过。阵容在职业赛中占据着非常强大的比重，以这套阵容，哪怕是天宫战队来了，还是会被 Quick 碾压。杀掉了吕布之后， Quick 战队快速推掉了防御塔，而 Prime 战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进攻落单的刘邦。 A 抗，旺财过来支援。苏哲的哪吒快速走位进攻刘邦，
平 A 打出伤害，河道上孙膑冲过来给刘邦套中手雷，李白也利用一技能位移突进，二技能神来之笔圈中敌人，抬手一个大招打出伤害。等待李白给出一套技能之后，刘邦开启了大招往下路传送。苏哲的哪吒这时候给出二技能控制，打断了刘邦的传送。三个人围攻之下，终于将 Quick 战队的刘邦击杀。但一个人头于事无补，更何况 Prime 战队只能立即回救，否则 Quick 战队很有可能推掉二塔。Prime 战队打得很拼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看到仓皇奔波的 Prime 战队，剑南心头涌起一种心酸的感觉，这也就是 Prime 战队了。稍微弱势一点的战队可能早就被杀崩盘了。芊芊也点头道，是的 ，Quick 战队这套阵容前期真的无解，橘右京、扁鹊、姜子牙、凯，如果在路人局打这套阵容的话，可能现在已经推破一路了吧。Prime 战队现在的表现真的已经很优秀了，没有被 Quick 战队团灭过，没有大规模的崩盘，而且上路的长歌还能够配合打野，辅助反杀一次刘邦。Prime 战队真的尽力，这场比赛的结果也许从 ban pick 环节就决定了。阵容决定一半胜负，这句话说的真的没错。击杀了刘邦之后，武则天与哪吒双双开大，这才将 Quick 战队继续推塔的阵容给吓退，但苏哲和 Tiger 都不敢贸然追上去。比赛打到这里，双方的等级差和经济差都越拉越大， Quick 战队的姜子牙充分发挥他的优势，一条暴君也拉开了双方的差距。很快河道上第二条暴君刷新， Quick 战队毫无疑问第一时间去开龙。Prime 战队这边状态不是很好，哪吒和武则天都还没有大招。大招既然使出来防止二塔被推，自然而然就不能去用来抢龙。在这件事情的取舍上， Prime 战队还是毫无毛病的。我们看到 Prime 战队从头到尾几乎没有犯错误，但还是被 Quick 战队压着打。解说剑南道，这就很难受了，因为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。芊芊嗯了一声，在双方都不犯错误的情况下，阵容和套路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。Prime 战队的这套阵容想要与 Quick 战队抗衡，只能拖到15分钟之后。说到这里，芊芊眼前一亮，对了，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之前 Prime 战队与 Thunder 战队的第二战中使出的李元芳体系。当时 Thunder 战队也是打出了不错的水准，从头到尾没有犯过什么错误，但在李元芳的推塔体系下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被姜子牙和李元芳针对的死死的。剑南点头道，这一体系实在是太强大了，这也是姜子牙和李元芳频繁被 ban 掉的原因，只要凑齐了这一老一少两人组，爆发出来的威力几乎无人能敌。正说着，第二条暴君已经到手，比赛也已经进入了第8分钟。河道上一声怒吼，暗影主宰诞生，双方的经济差逐渐拉大， Prime 战队的局面愈发紧张，而有了第二条暴君， Quick 战队更是如虎添翼。如果 Quick 战队这边掌握时机掌握得好的话，那么完全可以在 rush 掉主宰之后强行推上高地。Quick 战队也的确应该速战速决，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一旦被 Prime 战队找到喘息的机会，拖过了10分钟，那么 Quick 战队的优势就会逐渐减少。姜子牙的强势期主要还是前10分钟，拖到后面吕布、李白发育起来，那么 Quick 战队就不好办了。看情况吧，这个程咬金他发育不好，再输说不定。开始撤退。你说你不是上来送吗？没事儿啊，你猪八戒抗压就行了，你有一件魔抗。
destroyed a turret. 哎，我操，大歪了！哎呀，你啊，气死！这马可也不，诸葛也没看到我，墨子也没看到。他一技能那一下卡了一下，像这种击飞了之后啊，哎，我刚刚是击飞了没有？不记得。击飞了之后，你直接点它都可以。我跟诸葛同样的心情，但我待会儿任务出来了之后，他打不过我，他法穿鞋不可能跑出我的大招的。秀秀是你吗？秀，开大，这样开大。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要打我呀？哪儿改？这个点塔。对，刚刚应该打诸葛亮的，但是我想的是，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他跟墨子站一块儿，我打两个的话，应该是两个一起秒的。我就想等那么一个机会，但是他们两个就没在一块儿，那就没办法。我就想等一个那种机会，他们两个走一块儿。请求集合，开始撤退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我蹲到两个人一块儿，那就是一波大节奏；蹲不到，对我没有影响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你不死？闪现是可以改变你大招的方向的。懂了吗，家人们？但是反向闪现是不行的，反向好像不行，微调可以。纠结一下要不要做梦影。看到了吧？我刚刚是这样闪，这样放大，对不对？那我闪现往左边调了一下，就大到了那个往中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大招是这样瞄准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闪现往这边调的。待会儿我去训练营试一下，直接封路吧。我都说了。一波没有抵抗鞋的猪八戒不，那个诸葛亮就送的打真机，做了抵抗鞋真机，真的随便怎么都打不过。我去训练营给你们看一下吧。这个还忘记讲了，这个就有点不是那么实用了，因为就像那种黄忠，他刚刚是突然加速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在我正脸上，他突然加速。